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来讲讲新加坡到底为啥能持续霸榜海外游客来源国第一。明明现在连去小贩中心点一盘杂菜饭都要精打细算，凭什么新加坡这个被公认的全球最贵城市，今年第一季度竟然让91万中国游客宁愿冒着破产的风险也要疯狂涌入？连很多咱们本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种魔力的背后，其实是新加坡无可替代的全球安全感与硬实力，绝对值得我们骄傲。但是大家先别急着高兴，更可怕的现实是，很多人前脚刚花重金买好机票，后脚连飞机都上不去，直接面临高达1万新币的罚款，甚至6个月的监禁。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新加坡现在的物价贵得值不值？今天这期硬核指南不仅要扒开新加坡蝉联第一客源国背后的避风港真相，更要为你逐字拆解移民与关卡局，也就是 ICA 最新的入境禁令。无论你是本地人想提醒马上要飞过来的亲友，还是你自己正准备来打卡的游客，这期视频绝对保值，一定要看到最后。大家都吐槽新加坡贵得离谱，连咱们本地人每天都在抱怨超市物价和拥挤的地铁，但旅游局给出的第一季度数据却非常诚实，足足91万中国游客蜂拥而至。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最近买机票有被突然取消过吗？为什么大家偏偏选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卖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旅游性价比，而是全球极度稀缺的确定性与安全感溢价。当你看新闻发现，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和燃油价格暴涨，周边国家的航班出现大面积取消，甚至机场陷入混乱的时候，我们引以为傲的新加坡航空和库航却依然稳如泰山，准点起降。这背后展现的是新加坡航空极其强大的国家级航线调度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更深层的信息差在于，这91万人里面有极大概率是冲着顶级商务会展和资产配置来的。从各种 Web3 峰会、全球家族办公室论坛，再到香格里拉对话，新加坡早就稳坐亚洲乃至全球高净值人群和跨国企业的超级连接器位置。各位本地的朋友们，这才是我们真正该自豪的国家硬实力。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旅游目的地，更是一个让人安心把资金、资源和未来放在这里的避风港。所以，你觉得贵吗？对于那些花大价钱买确定性的全球资本和高端商务人士来说，这笔账算下来简直太划算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管物价怎么涨，樟宜机场依然每天人山人海，热度根本降不下来。既然航班稳了，你是不是以为买好机票就能顺利丝滑入境了？大错特错。今年新加坡边境管控迎来了史诗级的全面升级，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叫做地表最强边控。从1月30日起，樟宜机场和史里达机场正式寄出了极其严厉的禁载令。如果你近期有亲戚朋友要来新加坡探亲或者旅游，请马上在评论区艾特他们来看这一段，这真的能帮他们省下大麻烦。以前很多人以为只要飞到了新加坡，大不了就是因为材料不全被海关关进小黑屋盘问，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买张机票原机遣返。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直接把国家防线推到了你老家机场的值机柜台。移民与关卡局通过全球领先的高级旅客信息系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PI 系统，在你买下机票，推着行李去柜台换登机牌的那一刻，就已经在云端后台瞬间完成了极其全面的背景审查。这套系统和各大航空公司的数据库是实时联网的。一旦系统发现你的签证无效，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或者你是永久居民但再入境许可已经失效，移民与关卡局会直接通过这套高科技网络给航空公司下达死命令，那就是绝对禁载。柜台工作人员连登机牌都不准发给你，你连上飞机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在出发地就被拉黑拦下。如果你头铁，试图在值机柜台大闹，或者用尽各种非法手段强行闯关登机，那么等你落地新加坡，等待你的将不是美丽的滨海湾金沙，而是高达1万新币的巨额罚款，或者直接面临长达6个月的大牢。情节严重的甚至两者兼施，罚款加坐牢一起上，高效严谨，绝对零容忍。这就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法治底线。在新加坡这台精密且强大的法律机器面前，千万别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也别试图耍小聪明。如果不提前把证件和签证搞清楚，你花大价钱买的机票就是一张毫无用处的废纸。所以来新加坡之前，
必须100%确认你的所有入境文件合法有效。不要以为到了海关还能求情通融，高科技系统是没有任何人情可讲的。一定要把这个规定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如果你证件齐全，侥幸拿到了登机牌，顺利落地，也别急着高兴。全球排名第1的樟宜机场，它的海关同样有着全球最严苛的检查标准。很多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游客，往往死在不知者无罪的错觉里，以为带点家乡特产或者个人小爱好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一出关就被罚得怀疑人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下，你在樟宜机场见过或者听过最离谱的罚款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现金问题。带超过2万新币或者等值的外币现金入境，必须提前如实申报。这可不是为了收你的税，而是体现了新加坡作为国际顶级金融中心在反洗钱方面的绝对铁腕手段和透明度要求。如果你不申报被查出来，不仅巨额现金可能被当场扣留调查，还要面临极其严厉的刑事处罚。其次是很多老烟民最容易踩坑，也是被罚的最多的一项。请所有人死死记住，新加坡海关对烟草压根就没有免税额度这个概念，哪怕你的烟盒里已经抽的只剩下1根烟没有申报，一旦被海关查出，起步罚款就是200新币。如果你带了一整条烟没申报，几千块新币的罚款直接让你这趟旅行变成破产游。但最致命的，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被当成续命神器的电子烟。在新加坡，电子烟是绝对的违禁品，连申报缴税入境的资格都没有。不管你是带的气化器、各种口味的烟弹，还是看起来像化妆品或者玩具的隐蔽电子烟设备，只要你敢带进新加坡的领土，不仅全部当场没收销毁，新加坡卫生科学局还会直接给你开出最高2000新币的巨额罚单。有些游客觉得藏在行李箱的最深处，或者塞在随身口袋里就能蒙混过关，千万别低估了海关最新型 X 光机的透视能力和执法人员的专业度。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执法力度，才换来了新加坡闻名全球的无烟环境与绝对安全的社会治安。不要试图挑战新加坡海关的底线，严刑峻法才是这座城市最硬的国家护城河。当你走在干净安全的街道上，享受着半夜出门都不用担心的治安时，你就会明白，这些严格的规定不仅是为了惩罚，更是为了保护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旅游的人。所以，在老家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违禁品全部拿出来，清清爽爽的来新加坡享受你的假期。看完了刚才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严厉罚款，大家先喘口气，放松一下。我们来看看，新加坡为了打造真正的智慧国，在边境黑科技上到底有多拼。本地的朋友们，接下来可是我们向全世界大秀肌肉的时刻了。从2026年起，乌兰关卡的摩托车通道将彻底告别过去那种排长队、按指纹的传统时代。到时候你只需要提前在 MyICA 手机应用里生成专属的 QR 码，骑车到了关卡，直接摘下头盔，看一眼高科技镜头，系统通过人脸识别瞬间完成比对，直接秒过。其实这项技术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咱们很多每天往返新马的本地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早就提前享受到了这种 VIP 级别的丝滑通关体验。不仅如此，到了今年第3季度，大市关卡更会推出震撼的乘客自动通关系统，到时候大家连车都不用下，舒舒服服坐在车里就能完成身份验证，顺利通关。这效率绝对是碾压全球其他口岸的。不过，享受了这种极度丝滑的入境体验，大家在结束行程准备离境的时候，也千万别掉以轻心。根据最新的航空安全规定，从新加坡樟宜机场离境登机时，每个人最多只能随身携带2个符合规定容量的充电宝，而且是绝对严禁放在行李箱里托运的。安检人员会非常仔细地检查充电宝上的容量标识，如果不符合规定，或者因为磨损导致标识模糊不清，都会被无情地当场丢弃。科技带来的急速便利与对安全底线的严防死守并重，这就是新加坡能够持续领跑全球的根本原因。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黑科技都是为了让守规矩的人更方便，让不守规矩的人无处遁形。掌握了这些通关和安检秘籍，你的新加坡之旅绝对能省下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把时间都留在享受美食和美景上。总结一下，新加坡之所以能蝉联中国游客出境游榜首，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安全感与极高的运转效率，更是这座城市不断进化的科技实力与法治精神。
这绝对值得每一个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人感到骄傲。但是，享受这一切美好体验的前提是对这片土地规则的绝对敬畏。1万新币的禁载罚款和2000新币的电子烟罚单绝不是儿戏。如果你是本地人，身边有亲友准备飞过来相聚，或者你正计划来新加坡打卡，请立刻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他们，帮他们避开一个坑，就是实打实地省下大几千块钱。这里是带你穿透狮城信息差的社区百事通。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请为新加坡的硬实力点个赞，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我，我们下期硬核揭秘再见。